战争来到了4月，伊朗的战术变了。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布了一份包括18家美国顶级科技与军工企业的名单，明确将苹果、微软、英伟达、亚马逊、谷歌、思科等公司列为合法军事打击目标。紧接着4月2日，亚马逊 AWS 在巴林的数据中心，甲骨文在迪拜的数据中心相继遭到了无人机和导弹的直接打击，将民用云数据中心作为正规的战争军事目标，这是人类战争史上的第一次。大众的普遍认知是伊朗的常规军事力量和指挥中枢遭受了重创，接下来的反击必然是在绝望下的盲目乱炸，是以卵击石的泄愤。然而事实远远超出了想象，伊朗将攻击目标扩展到科技巨头，背后的目的是要掀翻美军在中东地区的科技霸权，并将美国的技术优势从战场上抹除。各位早上中午半夜起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武仁，感谢你的点赞和关注，您的举手之劳对我非常重要。我们先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伊朗这18家企业的打击名单涵盖了底层芯片、硬件、网络通信、软件、云服务乃至数据分析。这份名单的焦点不是传统的兵工厂，而是硅谷的服务器机房。在常规的逻辑里，科技公司是平民企业，受国际人道主义法律保护。但我们来进行一下战争逻辑的推演，在现代超人类战争中，这层平民外衣早已荡然无存了。帕兰提尔是美国情报界和军方的数字大脑，他处理的 AI 算法直接决定了无人机该把炸弹扔在德黑兰的哪个坐标。思科的路由器构成了美军通信指挥的底层骨干网，亚马逊的 AWS 和微软的云算力支撑着五角大楼的后勤与目标甄别系统。这里的深度挖掘点在于国际法对于战斗员的定义正在被技术逼倒重构。当一个民用数据中心为一次致命的军事打击提供了目标选择算法时，它在军事参数上就不再是中立的商业设施，而是杀伤链上的核心节点了。伊朗的战略逻辑现在就很清晰了，既然无法在防空系统和隐身战斗机上与美以形成对称抗衡，那么就直接去打掉这些为高科技技术武器提供算力支撑的数字神经。打击亚马逊或者甲骨文的数据中心，在战术上等同摧毁了美军前线雷达和火控大脑。这就是美国人自己制定的 AI 战争法则，反向锁定了美国的科技资产。我们回看一下战场消耗的数据在4月份的大规模空袭中，以色列的剑2、剑3以及大卫投掷所拦截弹消耗巨大，美军可以迅速通过空运补充拦截弹，这是一种基于工业霸权的线性消耗。面对这种填坑速度，伊朗如果继续死磕军事基地，在费效比上是处于绝对劣势的。这里有一笔经济账一枚伊朗的见证者系列无人机或者老式液体燃料导弹，造价呢几万美元。如果它砸向一个拥有坚固掩体的空军基地，美军损失的仅仅是几处跑道弹坑和硬件修复成本。但是如果这几万美元的无人机突破防御，砸进了迪拜或者巴林的亚马逊 AWS 数据中心，情况就会发生质变。数据中心一旦物理受损或者遭遇持续的断电断网，产生的是指数级放大的经济灾难。首先是硬件的直接损失，其次是数百家企业和政府客户的服务中断赔偿，最致命的是信用的系统性崩塌。目前苹果、微软、英伟达、谷歌等科技7巨头的市值占据了美股总市值的30%以上。中东数据中心的战火画面会直接在华尔街引发恐慌性抛售。国际数据中心 IDC 的预测模型显示，由于对云基础设施弹性的担忧和资本紧缩，长达3个月的冲突将导致全球 IT 支出增长率下降1个百分点。这1个百分点意味着1000亿美元级的投资蒸发。伊朗正是利用着数据中心作为战果放大器，用几万美元的弹药撬动了美国科技板块万亿美元的市值震荡。再来看一下中东地缘经济的具体情况。过去几天呢，海湾国家比如沙特阿联酋，凭借庞大的主权财富基金和廉价的能源，正疯狂布局全球 AI 中心。比如耗资300亿美元的星门阿联酋项目，
吸引了 OpenAI、甲骨文和英伟达的深度绑定。伊朗打击巴林和阿联酋的美国数据中心，底层逻辑是进行一场地缘政治的信用拆解。美国科技公司在中东的商业扩张，本质上是一种战略层面的数据捆绑。沙特阿美的石油勘探数据，阿联酋的政务系统，全部跑在 AWS 或者微软的服务器上，用着英特尔的芯片。这种捆绑让海湾国家在体制上极度依赖华盛顿，而伊朗要向中东乃至全世界的 IT 采购官证明一个反直觉的事情：采用美国最先进的技术不仅不能带来安全，反而会让你成为火药桶。当战争烧到云端，美国的云服务的可用性和物理安全性被证伪，海湾国家的政企负责人将面临巨大的安全焦虑。被美国的技术捆绑，就等于被美国的敌人锁定。这不仅会让这些国家重新评估未来的巨额订单，也会倒逼他们去寻找基础设施的主权化。一旦中东资本因为安全风险撤离美国科技巨头，美国精心构筑的数字帝国地缘信用体系将遭遇不可逆的结构性损伤。这种信任的丧失是美国派出多少个航母战斗群都无法重建的。我们回想一下开战初期的细节，美以联军在发动物理打击的同时，切断了伊朗 96% 的互联网连接，并利用常年渗透在德黑兰的交通摄像头网络，将实时加密数据传回特拉维夫，为高层斩首提供情报。作为回敬呢，伊朗不仅发射了导弹，其空间网络也全面进入了战时状态。当物理网络被大面积切断的情况下，伊朗的黑客组织开始利用星链等卫星网络绕过国家网关，继续对美以实施攻击。3月中旬，伊朗黑客成功对美国医疗科技巨头史赛克实施了数据擦除攻击。这里我们引入一个超越常规的战争认知视角：去中心化的杀戮机器与叙事信号的驱动。当伊朗最高领袖等指挥中枢被美以物理摧毁或者压制时，传统的垂直指挥链条随之断裂。然而伊朗通过深厚的什叶派末世论和 Telegram 等加密平台，建立了一个电子作战室，散布在中东各地甚至全球的黑客组织和休眠代理人不再需要等待德黑兰的一纸公文，他们只需要看到特定的叙事信号，比如某座清真寺升起了红旗，或者宗教声明，就会自行激活，执行预定的网络破坏或者物理袭击任务。这种高度自治的去中心化打击模式，让美军的斩首行动不仅无法终止战争，反而像捅了马蜂窝，导致升级控制完全失效。现在的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量暴跌了 94%， 布伦特原油价格呢突破了100美元每桶，105美元每桶。全球航运保险费率在1周内上升了4到6倍。与此同时，伊朗通过巴基斯坦等渠道向中国传递信息，表达了在获得安全保障前提下愿意停火的意愿。这里的逻辑就是伊朗同时打两张牌，一张是极限施压的主动威慑，另一张是寻求体面退场的外交背书。切断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全球 IT 供应链，是为了把战争的痛感均匀地分摊给全世界，尤其是让西方资本市场感到难以忍受的剧痛，从而逼美国回到谈判桌上。从全球大棋局的深度来看，中国在这个过程中保持了极高的战略定力。中国消耗着伊朗出口石油近 90%。 在这场冲突中，北京的立场不提供直接的军事支持，但积极推动停火。这场战争对中国而言，实际上是一场极具价值的战略压力测试。当美国的军事资源和战略注意力被死死盯在中东的服务器机房和炼油厂时，当美国硅谷的技术霸权因为物理打击而暴露出供应链的极端脆弱性时，中国进一步坚定了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和全占主权基础设施建设的决心。美国为了保护商业服务器而流血烧钱，而其竞争对手则在利用这段战略空窗期，加速剥离对美国技术体系的依赖。对于华盛顿来说，最刺痛的不仅是科技公司市值的蒸发，而是这场战争的最终出口正在以一种脱离美国控制、由非西方大国背书的方式悄然成型。2026年的这场伊朗战争早就脱离了单纯的领土争夺或者政权更迭，这是一场重塑全球数字秩序的战争。伊朗将常规导弹砸向甲骨文和亚马逊的数据中心，不仅是在摧毁几台服务器，
更是在向世界宣告，中立的全球化已经死亡了，任何使用美国科技底座的节点都已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机器的延伸，因此也就是战争的合法靶场了。在可预见的未来，数据中心不但是单纯的商业地产项目，它将被迫转为具备军事防御级、独立模块化核反应堆供电、防空体系林立的数据堡垒。美国政府甚至可能被迫为这些科技巨头提供战争行为的联邦保险兜底。当算法决定了炸弹的落点，服务器就成了最前沿的阵地。未来的主权将不再是由边境线和铁丝网决定的，而是由谁的代码、谁的服务器、谁的供电系统构成的数字防线来决定的。这不是科幻啊，这就是此时此刻正在中东沙漠和硅谷大屏幕上同时进行的残酷现实。好了，本期视频差不多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武人，感谢各位的点赞和关注，你的举手之劳对我非常重要，我们下期再见。